你敢信吗？这两天全球都关注的美国重启登月任务，刚发射没几个小时就出大事了。宇航员尴尬地向地面喊道：“休斯顿，我们的马桶坏了。”是不是瞬间想到了当年阿波罗13号那句经典的台词：“休斯顿，我们有麻烦了。”没错，时隔半个多世纪，美国航天又在离谱的地方栽了跟头，而且这次栽得特别尴尬。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这次坏的这个马桶可不是你家里那种普通的马桶，它可是身价3000万美元的太空马桶。结果呢，刚上天就掉链子，你说尴尬不尴尬？这个太空马桶可不得了，它有个专有名词叫通用废物管理系统，简称 UWMS， 是专门为猎户座飞船的深空任务量身定做的。你们想想，在太空中是微重力环境，没有地球引力，你想正常上厕所比登天还难，尿液粪便不会自己往下流，搞不好就会飘在飞船里，那画面简直不敢想象。说回这个天价马桶，核心就是靠气流引导技术，把宇航员的排泄物精准吸走，然后进行处理，防止扩散。而且它还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处理尿液，一个处理固体废物。这次出故障的就是尿液收集系统的风扇卡住不动了。好在处理固体废物的部分还能用，不然宇航员真的要崩溃了。你说要是在太空憋个几天几夜，谁能扛得住？不过好在宇航员和地面团队反应够快，几小时内就把问题解决了。维修期间，宇航员们还启用了应急尿袋，据说至少有1位宇航员没等到马桶修好就用上了这个备用方案，想想都觉得尴尬又无奈。这要是修不好，这次任务往返10天，活人要被尿憋死，想想都头大了。其实啊，从这次小小的马桶故障就能看出，人类走出地球探索太空真的太不容易了。别以为航天科技有多高大上，多坚不可摧，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风扇卡住，一个不起眼的零件损坏，一次误操作就可能让整个任务陷入危机，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如果你觉得马桶坏了只是有点尴尬，那我要把你扔回到1967年，看看那场真正让人绝望的灾难。那是阿波罗1号，当时3名宇航员格里森、怀特和查菲正坐在指挥舱里进行地面的例行测试。谁也没想到，舱内纯氧环境加上一点点电线短路产生的火星，瞬间就把指挥舱变成了一个高压炼狱。更绝望的是，当时那个舱门的设计是向内开启的。为什么要设计成向内开？因为工程师觉得舱内气压比外面高，向内开的门会被气压顶得更紧、更安全。但讽刺的是，正是这个安全设计，在火灾发生时变成了夺命符。舱内高压让宇航员根本无法推开门，而且当时打开这个门需要好几分钟的操作，但在那种高压火海里，宇航员连几秒钟的时间都没有。结果大家也知道了，3名优秀的宇航员就在家门口遇难了。这次惨痛的教训让 NASA 直接停摆了2年，全面修改了舱内材料，甚至连舱门都改成了向外开启且能秒开的设计。你看，人类走出地球的第一步，竟然是付出了鲜血的代价。接下来，好不容易熬到了1969年，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阿波罗11号要登月了。可就在发射前4小时，也就是全球观众都盯着屏幕的时候，土星5号火箭竟然出现了液氢燃料泄漏。你要知道，那上面装了整整100万加仑的易爆燃料，哪怕是一个静电火花，现场直接就能变成一个巨大的烟花。万幸的是，当时的技术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发射架上硬生生地把故障排除了。终于可以飞了，但是你以为飞上天就安全了？阿波罗11号在降落月球的那几分钟，简直是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当时电脑因为雷达数据过载，不停地报警，显示出代码为1201和1202的错误。这2个代码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电脑 CPU 已经满载了，处理不过来了。在那种生死关头，如果电脑死机，降落就会彻底失控。更要命的是，阿姆斯特朗发现自动导航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满是大石头的陨石坑里去了。他只能果断切换到手动驾驶，在月球表面寻找平地。当时地面指挥中心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因为燃料表一直在往下掉。
最后他们降落的时候，燃料只剩下不到30秒的余量了。如果阿姆斯特朗再犹豫一下，或者没找准地方，那他们可能直接就坠毁在月球上了。降落后，他们发现燃料管道里的压力还在升高，如果不是降落及时，管道可能直接就炸了。而且最离谱的是，当他们准备出舱进行那个人类的一大步时，发现因为舱内残留气压，门竟然打不开了。奥尔德林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门推开。这要是真被锁在里面出不去，那这历史性的时刻可就变成历史性的尴尬了，对吧？但这还不是最惊险的。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完成月面行走，回到登月舱，准备回家的时候，奥尔德林转身时不小心用背上的背包撞断了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不是别的，正是启动上升段引擎的关键电路开关。没了这个开关，引擎就点不着，他们就得永远留在月球上当月球居民了。当时地面指挥中心都炸锅了，工程师们疯狂地想办法。在那种绝望的时刻，奥尔德林竟然从兜里掏出一支圆珠笔，也就是记号笔，把它塞进那个断掉的开关孔里，硬生生地接通了电路。就这样，一支几块钱的笔救了2名宇航员的命，也保住了人类登月的成果。你说这事有多玄乎？说到登月，绝对绕不开阿波罗13号那场被称为成功的失败的事故。这段事故后来被拍了电影，搬上了银幕，很多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在飞往月球的途中，服务舱的氧气罐突然爆炸，爆炸的原因极其离谱。那个氧气罐在地面测试的时候摔过一次，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内部线路已经有了微小的缺陷。在飞行过程中，宇航员进行了一次例行的搅动操作，结果电线短路引燃了绝缘层，最终导致爆炸。爆炸导致飞船瞬间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电、水和氧气，登月肯定是不行了。现在的任务变成了怎么活下来。3名宇航员不得不挤在那个只能坐2个人的登月舱里当救生艇。为了省电，他们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加热系统，舱内温度降到了接近冰点，宇航员们冻得连觉都睡不着。最致命的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登月舱的二氧化碳过滤罐是方形的，而指令舱的接口是圆形的。为了不被憋死，宇航员们在地面团队的指导下，用胶带、塑料袋，甚至是从飞行手册上撕下来的硬纸板，硬是糊出了一个简易适配器。在返航的过程中，他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由于电力不足，飞船的导航系统已经关闭。他们必须手动控制飞船进入大气层的角度，如果角度太陡，飞船会像流星一样烧毁；如果角度太平呢，飞船会像打水漂一样被弹回太空，永远回不来。最后，他们靠着手表计时和手动操作，奇迹般地回到了地球。当然，除了这些著名的事故，其实阿波罗计划里还有很多细思极恐的小细节。比如阿波罗12号在发射时竟然连续被2道闪电击中，当时飞船的电力系统瞬间崩溃，仪表盘上一片混乱。幸亏一名叫艾伦·比恩的宇航员想起了一个极其冷门的开关操作，才在关键时刻恢复了电力。还有阿波罗14号，在准备登月的时候，登月舱的电脑突然收到了一个错误的放弃任务信号。宇航员们不得不手动输入一长串复杂的代码来覆盖这个错误信号。你想想，在距离月球只有几公里的高度，手动敲代码，这心理素质得有多硬？再说说阿波罗15号，他们在降落时，3个主降落伞中的一个竟然失灵了，飞船以极高的速度砸向海面，幸亏剩下的2个降落伞撑住了，否则那次任务就成了悲剧。从阿波罗1号的烈火到阿波罗11号的圆珠笔救命，再到阿波罗13号的保鲜袋修空气净化器，每一次成功的背后，其实都是一连串细碎的意外和惊心动魄的化险为夷。不管是3000万美金的马桶，还是价值连城的火箭，在宇宙面前其实都脆弱的像个玩具。人类想要走出地球，去触摸那些遥远的星辰，不仅仅需要顶尖的科技，更需要那种面对未知恐惧时，哪怕只剩一支笔，也要拼命活下去的意志。现在的阿尔忒弥斯计划虽然有了更先进的技术，但面临的挑战一点儿也不比当年少。这次马桶故障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它提醒我们，在太空没有小事。每一个螺丝钉，每一行代码，每一个操作细节，
都关乎着宇航员的生死。登月从来都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它是无数次失败、牺牲和奇迹堆砌出来的阶梯。每一个脚印背后，都是无数航天人日以继夜的努力和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你觉得未来我们普通人上月球最担心的会是什么？是飞船不安全，还是马桶又坏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